成群的虾货为了逃避窒息的命运，选择跳到岸边里躺平。在稻田里养殖的稻花虾确实少见，很明显他们成功了。水稻为水中的虾货提供了大量的有机食物，虾货排泄出来的粪便也为水稻提供了最自然的有机肥料。相辅相成的养殖方式，大大提高利润的空间。种植和养殖两不误，当地人利用这种养殖方式也开始发家致富。水稻成熟的时候，也是他们收获虾货时期。将一大片稻田的水放干后，所有稻田里的虾货会直接进入到四周较深的水沟里。田地规划也是他们精心设置好的，从而做到了养殖和种植两不误。快艇在水沟周围徘徊，被惊吓到的虾货直接跳出水面。他们养殖的虾货正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淡水虾——罗氏沼虾。经过稻田的洗礼后，罗氏虾的身价也开始上涨，名字也被他们改成更有价值的稻花虾。工人开始用抄网收集成堆的稻花虾，收集回来的稻花虾会集中放在一起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稻花虾，连蟹笼也被派上用场。每次大丰收都要请上几十位村民。快艇不仅能起到了运输的作用，而且还能起到搅屎棍的效果。利用高速转动的螺旋桨将水沟里的水搅浑浊，浑浊泥水中含氧量会大大的降低，严重缺氧的虾货很快会失去活力，必须加快工人的收获速度。很快船上的篮筐已经装得满满当当，感受到窒息后的虾货也开始选择在岸边聚集。工人一手拿着抄网，一手将岸边的虾货赶入抄网内，船上的送货速度也赶不上捞虾的速度，搅屎棍不断的在旁边搅拌，大量的虾货又开始聚集到岸边。稻田里养出来的稻花虾实在太多了，工人也来不及将所有的虾打捞上来。工人的收虾的方法也是非常轻松有效，种植水稻只是他们的副业，养殖罗氏虾才是他们的正业。每年收获罗氏虾的利润占了80%，水稻只占了20%。收获到的稻花虾拿到岸边上进行清洗挑选，清洗和筛选的工作交给20几位30几岁的小姐姐处理。可见收获上来的虾货确实不少，由于数量太多，每个人进行分工合作也是非常明细清楚。筛选后的罗氏虾必须重新用水进行清洗，挑选过后的罗氏虾重新放入大胶桶里进行渗泡。这个过程是让罗氏虾将肚子里面的泥巴和脏物吐出来。上货的速度和他们挑选的速度不相上下，每当倒出来的罗氏虾都要用水进行清洗，喷洒出来的水会在这个过程中也让它们保持活力。在稻田水沟里的工人还在忙碌着收取岸边的罗氏虾，为了能快速的将水沟里的虾货收集完，在水沟两侧进行分段围堵来切割区域。收集回来的罗氏虾会利用快艇送回到岸上，水沟里的水越来越浑浊，含氧量也开始慢慢降低。感受到窒息的罗氏虾只能不断的向着岸边靠拢，水位也开始慢慢降低，渔民抓起来也越发过瘾。虾货不断的向水面跳动，这数量简直不要太多了。工人随意一抄网就满满的一大网兜，半分钟不到的功夫就能让你吃上好几天的虾肉。整个洗脚盆瞬间装满了虾货，船只运输也赶不上这样的上货速度。有些人为了刺激直接用手抓，看这位兄弟一手就能抓起4、5只虾，用手抓虾的乐趣确实比用抄网爽得多。不一会儿，大量的罗氏虾选择躺平在岸边上，不想在浑浊的泥水中被窒息而亡。陆陆续续的罗氏虾不断的向岸边靠拢，这样的场景如同去饭堂干饭的你，此时内心想吟诗一首：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虾声一片。整个水沟之中都满满当当的虾货，好像抓不完一样。虾货的个头也算是中等货色。此时工人也不慌不忙地赶了过来收虾，有些人直接用手抓，这比起在市场里买的来得快。这种收虾确实让人非常兴奋。经常吃虾的人都很清楚，罗氏虾的价格确实不低，况且这种罗氏虾还是在稻田里养殖的，价格自然不会低。不一会儿，用鱼笼陷阱捕获到的罗氏虾也装满了一大筐。很快，船只也赶过来收集虾货，一下子就装满了整个船舱。工人为了能现抓现烤的快感，直接将罗氏虾绑在马达的烟囱上烤。负责搅屎棍的工人还要负责烤虾，这比赶鸭子上架还要忙。船只运输到岸边后，岸边的工人还要帮忙抬上岸。这一筐的罗氏虾也有上百斤，这次大丰收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。收获上来的罗氏虾体型也非常大，冲洗分拣后的虾货再次进行过滤，桶内会有氧气供应，让罗氏虾自动吐出体内的脏物。小姐姐会对体型不同大小的罗氏虾进行分类，分类的过程中消耗他们大量的时间。不同体型的罗氏虾价格也不会一样，刚上货的罗氏虾还能活蹦乱跳，没几分钟就能上货上百斤的罗氏虾。这次的大丰收让每个人都非常开心。进行分拣和清洗的工作也有几十位工人，体型大的都会放到同一个胶桶里进行供养。收完水沟一段虾货后，时间已经来到了将近傍晚，他们的工作也开始收尾。
收工后就到了聚餐的时候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